九幽禁地，这里面是九幽圣主镇守的九幽禁域，我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据消息显示，林家家主让我们抓的林家弃子林霄就躲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不能进去啊！九幽禁地，死人可进，活人止步。九幽圣主天神之子，横扫八荒，当年可是以一指之力逼退百万虎狼之师，我们这几个人加起来都不够他踩一脚的。再说了，这个林霄擅闯禁地，肯定早就死在里面。家主有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今日如果我们带不回林霄，你我都要提头谢罪。什么九幽十幽，去你大爷！啊！哎呦！九幽神主，那你得先喝一壶了。风尘，你干什么呢？我先替你们灭了这个九幽废主。万人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怕事了？我看改名叫万人童算了。说的啥话？也不怕吗？所有人继续深入，违令者死。是。圣主，床已经帮您暖好了。圣主，床已经帮您暖好了，抓紧时间过来就寝吧。暖好就出去吧，按例减刑10天。我不要减刑，我也不要走。今晚我只想与圣主共度这长夜苦寒。哎呀，圣主，你心急什么？这椅子这么硬，不如您到床上去。我对你没兴趣，赶紧给我离开。哼，我是不如暗夜天使那个狐狸精性感，还是不如毒后艾琳那个臭镊子腿长？就算你们3个加起来，也比不上我未婚妻半根手指头。你，圣主，不好了，有外人闯入禁地。区区一件小事，有什么好慌张的？外面广场刚铺的地砖，您这次留点心，能不能别再给弄坏了？如果他们把路毁了，我就拿他们的尸骨铺路。一帮赶着送死的蠢货，坏了老娘的好事！九幽废主何在？滚出来！九幽废主，来你封神爷爷胯下受死！来，封神，我屠神如屠狗。喂！林霄，你这个野种果然还活着。林倩，是我那个弑父杀兄的大伯派你来的，我还没找他算账，他自己倒找上门来了。不自量力！从林家主杀你父母、废你金脉那刻起，你这辈子注定是个跪地苟活的废物。乖乖交出林家至宝青金龙符，我可以保你全尸。你还真是条好走狗！你6岁那年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我父母把你收养回家，视如己出，而你却恩将仇报，害我爷爷杀我父母，夺取财产，罪不容诛。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杀你父母，废你金脉，长你生死，你优待我何？你优待我何？我能奈你何？万劫不复，挫骨扬灰。是九幽圣主本人，
在下京城林家林倩，奉家主命前来捉拿我们林家弃子，惊扰之处，还望九幽圣主海涵。办完事，我等即刻离去，林家必有重礼相谢。不好意思，海涵不了，因为我就是九幽圣主。哼，九幽圣主，你也配？请圣主下令，我等即刻诛杀此众。不必了，这是我的家事，自己处理。就算你是九幽圣主又如何？我10年前能废你，今天我一样能废你。反正横竖都是死，拼了！你这都经历了什么？你都经历了什么？你现在应该不是关心这个，应该关心如何在九泉之下给我的父母谢罪。没我的命令不得擅入。是。圣主，靖海首富唐万三来了。来见我。是。启禀圣主，属下已按您吩咐，明日在金海天豪酒店举行签约大会，与您未婚妻签约100亿城中村合作项目。届时，金海名流都会携重礼到场。5年戎马已至，与国主签订的服役期限已到，我终于可以回家了。醒醒，你快醒醒，你快醒醒，醒醒！你醒了，你醒了，你醒了，你醒了。思梦，这一世我一定护你周全。圣主，有一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这江家误以为您这5年在监狱服刑，得知您明日出狱，他们在家里特意准备了狗笼，还挂上了你的名字，要当众羞辱你。说什么？说什么？圣主息怒，属下认为这是江小姐父母所为，绝非江小姐本意。这2个人势力至极，5年前就嫌我无父无母，百般刁难，能做出此事，不足为奇。起来吧。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您已腾空化龙，成为名震全球的九幽圣主。先别声张，明日我会在酒店宣布我的身份，并且当着众人的面向思梦求婚。是，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我已为您买下金海最豪华的私人庄园白云山庄，作为您和江小姐的婚房。有心了。圣主，你明天走了，再有人擅闯禁地怎么办？我会派我的4大爱徒、4大战神过来助阵。你真的要离开禁地，就为了你那个相恋7年的未婚妻？没错，我从容5年，他等了我5年，我会给他一个举世瞩目的未来。恭送圣主。圣主，我送您新式奇珍天山寒玉，贺您新婚大喜。圣主，我呈上天才地宝千年雪参，聊表心意。圣主，这是我玫瑰财团国际限量版至尊黑金卡，全球通用，无限额度。好，
出山！哎，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死囚犯一出狱，肯定立马跑来纠缠我们。你哪来的脸登门呢？赶紧给我滚！我是刚从监狱出来，但我又不是劳改犯，还他妈睁眼说瞎话呢！我早就打听清楚了，5年前你口口声声说去当兵，实际上却蹲了5年的大牢。我告诉你，之前的婚约作废，我女儿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刚出狱的人渣。我老实告诉你吧，就算你没蹲过什么大牢，我们家思梦也不可能嫁给你这无能的穷逼。我无不无能，先别着急下定论，等签约大会结束之后再说也不迟。你竟然知道签约大会？老公，我猜对了吧？这个废物果然听说了思梦要和唐总签约的消息，知道我们家马上要飞黄腾达了，就厚颜无耻的跑来赖上咱家。告诉你凌霄，儿都没有。我女儿这次签约大会之后，我们江家将会一飞冲天，晋升为金海顶级的家族，名震冀州。像我这种低等的败类，一辈子只能仰望的存在。爸妈，你们怎么说话的？我跟凌霄这么多年的感情，我怎么可能轻易抛弃他呢？思梦，凌霄，我一直都在等你，你可算是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对了，住的地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来，你看。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做好事儿啊，施舍给你这个丧家野犬一个窝啊！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江家的看门狗啊！江思梦，怎么不睡狗窝？难不成还想上我的床啊？凌霄，凌霄，你是坐牢坐傻了吧？我马上就是身价100亿的女富豪，而你只是一个命贱如蚁的劳改犯，在我眼里，你简直比泡臭狗屎还让我觉得恶心。江思梦，我对你掏心掏肺，倾尽所有，你居然这样对我！掏心掏肺有个屁用！我要的是权势，是金钱，是万人敬仰，你能给我吗？大家相识一场，别说我没照顾你，这可是你留在江家的唯一方式。要么乖乖做狗，要么马上给我滚！表姐，你也太过分了。凌霄当初对你那么好，你就算想分手，也没有必要这么侮辱人啊！你给我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你连几百万的外债都求着我们家帮忙，你跟这个死穷鬼有什么两样？吃里扒外的东西，贱骨头！哦，对了，差点忘了，这破项链是你当年送我的，它就跟你这个贱货一样，一股浓浓的廉价。以我现在的身份，它就根本不配戴在我身上。喏，还你。当年救我的人是他。等等。这个玉坠是你的，清雪，难怪这么多年我对你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你才是我要找的人。这么多年我爱错了人，此刻我一时都不想浪费。清雪，你愿意嫁给我吗？你说什么？我以生命起誓，愿守你一生，护你一生。清雪，嫁给我好吗？好啊，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你个小浪货，破鞋，什么垃圾男人都勾搭，真是不要脸！你要是敢答应他，我让你们韩家吃不了兜着走。爸妈，你们这是干嘛啊？我表妹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我们应该祝福才对啊！正所谓山鸡配野狗，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对，这个小贱货只配找一个劳改犯。我的好表妹啊，这个废物都这么情深意切了，你还不赶紧答应啊！把你们臭嘴给我闭上！这是我和清雪的私事，轮不到你们插嘴。清雪，再给我次机会好吗？好。清雪，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让你再受到半点委屈。什么？我没听错吧？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就算了，从你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嘴里说出来，这简直就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你们笑的未免有点早了，等到时候我让唐万三把100亿合同的合伙人换成清雪，你们再笑也不迟。等到时候我让唐万三把100亿合同的合伙人换成清雪，你们再笑也不迟。你说什么梦话呢？
签约大会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唐总知道你是干嘛吃的？这小子坐牢，怕把脑子坐傻了。是真是假，你们一会便知。嗯，唐总派车队来了，老公，你快来看！没想到吧，打脸来的这么快，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下面可是唐总特意来接我的豪车车队，随便一辆车都能抵你10条贱命。没错，本来这个车队是来接你，但现在换成清雪了。这废物脑子真的是会的。你刚才说这个贱女人能上车，她要是能上车，今天我从这里拉到签约大会上去。好。奉唐总之命，恭迎江小姐全家莅临签约大会。欢迎江小姐。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江小姐在这儿呢。你这个满嘴大话的废物，狗耳朵听清楚了，人家接的可是江小姐。现在我改变主意，签约对象由江家变为韩家，你们接我未婚妻上车。哪来的叫花子，滚一边去！对，他就是个臭要饭，别搭理他。听见了没有？别人压根就不知道你是哪根葱，像你这样的废物，就只配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我知道你不认识我，现在打电话给唐万三，把刚才所说的重复一遍，告诉他我叫林霄。你让我打我就打，你算什么东西？老子来之前，唐总吩咐的很清楚，让接江小姐一家参加签约大会。江小姐，别跟这个傻缺浪费时间了，一众宾客还等着你，请上车。听清楚了吧，傻缺！哼！清雪，我的好妹妹，你过来一下。车子底盘太高，我这鞋不方便，你过来趴下，我踩着你上去。什么？我让你过来趴下，给我踩着上去。过来！你表姐跟你说话，你耳朵聋了吗？能给金海女首富当上车脚蹬，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你要是想让我们帮你们家还债，要是不想让你们家那2个老东西破产坐牢，就赶紧给我趴下！清雪，劳改犯，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屁事！韩清雪是我的未婚妻，从今天起，她不用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清雪，听见了吧？这不能怪表姐，是这个劳改犯要让你家破人亡，好自为之吧。表姐，你听我说，表姐，林霄，我为了帮你保全颜面，我答应了你的求婚，你为什么要害我呀？你知不知道，如果拿不到这笔钱，我爸妈会被逼死的。清雪，你相信我，我刚才说的承诺都是真的。我答应你，以后就算天塌了，我能补，地裂了，我给你拖着。你自己都刚出狱，你凭什么保护我？而且我爸妈也不可能让我跟你在一起的，他们一直都逼我嫁给张大少。就凭我的一句话，能让唐万三支流的金门权贵全部跪倒膜拜。商主有何吩咐？从今天起，我的妻子不再是江思梦，而是韩清雪。你的那个百亿项由江家变为韩家，那要把江家一家赶出去吗？不许，让他们也参加宴会，让这些趋炎附势的人睁大眼睛，好好瞧瞧。是。你真的认识唐万三？清雪，等到了酒店，一切都清楚了。哎呀，江小姐，您今天可是整个金海市那是绝对的焦点。是啊，江小姐，这次签约成功啊，那江家可真是前程万丈，直冲凌霄啊！以后别忘了带带我们啊！我可听说，如今这唐首富也只是听从九幽圣主的安排办事而已。这说明什么？这就更说明他对江家是青睐有加了。这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大喜事。
状况都没搞明白，就着急着捧臭脚，就不怕脸被打肿吗？你这混蛋太放肆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这对贱货真是不知死活！今天九幽圣主也会大驾光临，惊扰了圣驾，我看你们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我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亲眼见证一下我的无上荣光。是荣光还是屈辱，还都是未知的。你看看你那嫉妒的嘴脸！我告诉你，就算你再诅咒都没用，签约大会马上举行。你现在跪下给我江家当狗，还来得及？这哪来的狗崽子，敢这么跟我江小姐说话，还不赶紧跪下来磕头赔罪！我告诉你，小子，你今天得罪了江小姐，就是得罪了我陈六子。你信不信我弄死你？韩清雪，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小瘪三在一起了？还他妈牵着手！你难不成不想让本少爷给你家贴窟窿了？不需要。清雪是我的未婚妻，我会保护她。什么未婚妻？你跟她订婚了？张大少，别对他胡说，没有的事儿。妈，哼，你这个不孝女，你是想害死咱们家吗？我让你去找你大姑和表姐求助，你呢？你给我干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丑事！你看看这个老脑袋，是个连你表姐都看不上的破烂货！哼，你可倒好，主动答应人家的求婚，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什么叫连我都瞧不上？你这个臭婆娘，你什么意思啊？哎呦，思梦，你可别误会哈，舅妈没那个意思。哎呦，我和你舅舅这次来啊，就是专程替你表妹向你赔礼道歉的。你和你妈妈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清雪这一次吧。是啊，大姐，咱们可是亲姐弟，你们攀上了唐首富，那平不轻消啊。我们家现在有难，你看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可受不起！你们家这个新女婿不是很牛逼吗？连唐总都得听他差遣，要不你求他吧？女婿个屁！我怎么可能让我女儿嫁给这种社会渣子？没错，我们家跟他没有半点瓜葛，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行了行了，你们家那点破事儿我没兴趣掺和，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去，别一会儿等九幽圣主和唐首富来了，脏了他们2位大人物的眼。是啊，赶紧带着你们这个女儿滚蛋，别再真丢人现眼。就在路上好好看看，被逼债的时候跳哪栋楼合适。思梦，你们还不肯原谅清雪啊？咱们可是一家人。原谅他可以，我要他跟这个死劳改犯跪下，爬进这个狗笼里，亲口给我道歉。爬进这个狗笼里，亲口给我道歉。思梦，你说什么？怎么不愿意？不愿意就立马给我滚蛋！你们是没听见是怎么着？让你们一家人赶紧滚回去，洗干净脖子等死！就是清雪还不按你表姐说的做，妈，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妈，就照做。哎呀，有好戏看了！我来，给你把狗笼子打开了，赶紧跪下爬过来钻啊！来呀，赶紧钻呐！钻呀！闭嘴！没错，那个狗笼是我准，是让人钻，不过是为他们这一家猪狗不如、六亲不认的混蛋准备的。说什么你？来人！好家伙！我看你小子是真不要命了。行，老子现在就活剐了你！唐万三到，都退下！见过唐总。哪个嫌命长的，敢对我唐万三的贵客无礼？敢对我唐万三的贵客无礼！哎呀，唐总，您来的正好，也不知道从哪冒出个小崽子，竟然对您请来的贵客江小姐无礼。我正准备带人收拾，就这个小贱人，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江小姐，
让江小姐现在大发雷霆啊！就这小贱人一家得罪了江小姐，真是罪该万死。狗东西，也敢对我请来的贵客不敬！唐总，你误会了，对我们家不敬的不是陈总和李总，而是这个小贱货和这个死废物。对，唐总，我绝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更不想在这样的场合添乱。只是这个劳改犯和这破鞋实在是欺人太甚，他们不仅背着我勾搭在一起，今天还特意跟过来当面恶心我。我们跟着你过，你算哪儿菜？我告诉你，今天在这儿就是我的主场。你给我闭嘴吧！你还嫌害我们害得不够？这种场合跟你这个死劳改犯有半毛钱关系？哎呦，唐总，实在抱歉，我们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冲拽江小姐的意思。把你那张臭嘴给我放干净点，再敢对我的贵客不敬，拔了你的舌头！对不起，唐总，是我这张臭嘴不会说话。韩夫人，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您，我说的是这一家不开眼的东西。唐总，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们才是你的贵客哎！你们是我的贵客，你们也配？唐总，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是您派豪车和车队接我们过来的。对啊，唐总，您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跟我们家签约，还跟我说九幽圣主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很简单，弄错了吧？你个死劳改犯，这轮到你说话吗？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以为小孩子过家家呢？唐总是什么人？几百亿的项他能弄错？对吧，唐总？没见过世面的是你。殷先生说的没错，确实是我弄错了。什么？弄错了？嗨，我就说嘛，这里面有问题。这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江家，怎么可能入得了唐总的法眼？亏我刚才舔了半天臭脚，都他妈白舔了都。唐总，怎么可能弄错呢？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呢。闭嘴！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大姐，这不是贵客就不是贵客呗，能应邀来这个九幽圣主亲临的签约会，这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你给我滚开！干什么东西？轮到你来安慰我？就算唐总不和我们家签约，你们家还是给我们家提鞋的不配。等唐万三宣布签约的合作对象是韩家，你呀就等着给韩家提鞋吧。真是笑死我了！你这芝麻大点的破公司都他妈要垮了，还在做白日梦呢！你疯了吗？唐总怎么可能会配上我们这些小公司啊？清醒，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已经打电话吩咐过了。唐总，您今天要宣布的合作对象到底是谁呀？我郑重宣布，我唐氏集团所希望达成的战略合作对象是韩清雪所代表的韩氏集团。什么？韩清雪所代表的韩氏集团。韩家，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我知道，是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迷你化妆品公司。唐总这是怎么想的？干嘛找这么一家小破公司合作？莫非有什么生意？韩小姐，您愿意给我们唐氏集团这个机会吧？清雪，他问你愿不愿意签约？愿意，当然愿意了。这真是太好了。唐总，您不是在拿我取乐吧？那我怎么敢？如果你看得上我们唐氏集团，我们这就可以签署合作协议。韩小姐，请。谢谢，快去。哎，到底怎么回事？还真被那个贱人说中了。签约对象由我们家变成韩家，难道这个人真是什么大人物啊？呸！刚出狱，唐总怎么可能认识他？这个劳改犯一定是从哪儿听到的什么消息。对，你妈说的对，监狱里不乏有大人。这小子是听他们说的。一早得到消息不告诉我们，就想看我们当众出丑，这个该死的东西！振东，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们的宝贝女儿这下真的有出息了，咱们韩家复兴有望啊！随我。振东，我刚刚想过了，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亲姐弟，你们家有债务危机，我们家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哦，这样，一会儿我就让思梦把钱打给你们。我们现在已经和金海首富达成合作了，你觉得
我们还会缺钱吗？那就当我们是入股了。振东，我可是你的亲大姐，这你们家发达了，也不能不拉扯我们一把。刚刚你那宝贝女儿还让我们家清雪钻狗笼呢。那你自己去跟清雪谈吧。还不是因为这个死劳改犯？振东，弟妹，咱们两家再怎么闹，那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呢，绝不能让外人占了便宜。更何况清雪现在跟唐氏集团达成了合作，更不能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渣。没错，我们家清雪现在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就那个劳改犯怎么能配上我女儿上？那就算咱们清雪没跟唐氏集团签约合作，看这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怎么能让咱女儿自己往坑里跳？这兔崽子真有心机，怪不得在我们家临时起意向清雪求婚啊！原来是早就听到了什么风声。振东，弟妹，咱们可不能让他得逞。你可拉倒吧你！这会儿知道是弟妹了。大姐，我是个什么东西啊？给你提鞋都不配的呀！哎，死劳改犯，看见了吧？我女儿现在已经跟唐氏集团签约合作了，你跟她已经是云泥之别了。你就别在那猪八戒娶媳妇儿，白日做梦，哪儿来快点待着去，是吧？这人呐，贵在有自知之明，现在还留个体面。要是我告诉唐总你一直纠缠我家清雪，那唐总立马叫人把你扔到大街上去。就算给唐万三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说阿姨，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求婚重礼我已经准备好，一会儿你们就看见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吹牛逼呢？你当初送给清雪的狗尾巴草戒指，还他妈是我们家草编的。你现在是拿什么求啊？是拿你这条贱命来求吗？哼！好，那你就睁大自己的狗眼，好好瞧清楚。来人，把我准备的求婚重礼拿上来。戳，你接着戳！你要是能拿出来100万以上的聘礼，我照着头走路。聘礼到，聘礼到。林先生送上天山韩玉，愿韩小姐白璧无瑕，十全十美。林先生送上千年雪参，愿韩小姐平安喜乐，青春永驻。林先生送上无限额度全球至尊黑金卡1枚，愿韩小姐丰衣足食，此生无忧。那可是天山韩玉，难道就是传说中和氏璧易得，天山玉难求的那个天山韩玉？这可是千古流传下来的无价之宝啊！是啊，这千年雪参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求。据说这灵丹仙草可起死回生啊！最厉害还是那个至尊无限的黑金卡啊！这全世界只有3张，分别都掌握在3大神秘财阀的手中，真是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叔叔阿姨，这怎么样呀？我送的聘礼还说得过去吧？说得过去，当然说得过去。哎呦，小林呐，刚才是阿姨以貌取人了呢，没想到你这一出手这么大手笔，以后我们家清雪跟着你呀要福享了呢。不可能，你个刚出狱的劳改犯，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奇珍异宝？假的，一定是假的。江小姐说的没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江小姐说的没错。老李，这孟大少可不是一般人，他在这里跺一跺，那省城就得颤3颤。这样1等1的大人物，今天怎么也到我们金海市来了？听说今天也是对联解忧胜出来了，想想就令人羡慕。你再看看我们俩这种档次，连跪舔的机会都没有。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连圣主大人的尊容都没看到。哎呦，孟大少，您家里竟然也不跟我……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你刚才放什么屁？老子说你这些东西
全他妈是假的！哼，假的？孟大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本是绝密的内部消息，你们不知道也正常。这天山寒玉和千年雪参本来只有一件存世，而真正的天山寒玉和千年雪参已经被毒后艾丽和玫瑰夫人敬献给了万能的九幽圣主大人。这个臭屌丝是九幽圣主啊！这个臭屌丝是九幽圣主啊！自然不是，所以这天山寒玉和千年雪参自然是假的。放肆！你怎么知道林先生不是？不是什么？唐总，你该不会想问我，我怎么知道他不是九幽圣主啊？这个还用问吗？只要是眼睛不瞎的人，那都能看得出来。就这小瘪三，他要是九幽圣主，那本少爷家的狗都他妈能位列仙班了。张大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唐总，你虽然是贵为金海首富，但是你在孟大少面前，你给人家提鞋你都不配。没错，唐万三，你欺上瞒下，竟敢冒用九幽圣主大人的名讳办了这场签约会，简直是不知死活！王天君，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这场签约大会是圣主吩咐你办的？没错，是圣主大人亲口吩咐你的。跟江家解约，改跟韩家签约，也是圣主大人亲口吩咐你的。废话，当然是圣主大人之前亲自告诉我的。放屁！圣主大人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你这个婶婶哪来的自信？你比圣主大人还了解他自己？孟大少，您的意思是您对圣主大人此行的意图更为了解？何止是了解，我就是奉了圣主大人的命令，赶来京海当一个马前卒，为圣主大人鞠躬尽瘁，竭力效忠。是哪个圣主大人吩咐你的？他亲口跟你说的？以我的身份和地位，还不配亲自接触圣主大人。但是和圣主大人亲口和我下令没有分别，因为给我传令的是圣主大人手底下的4大战神。4大战神？他们可都是九幽圣主大人的亲传弟子，绝对的嫡系。没错，这4大战神的命令就是圣主大人的命令，可不是吗？这4个徒弟是真能够添乱。翁庭君，你我同为圣主大人效力，你凭什么说我欺上瞒下，对圣主大人不忠？因为我从4大战神口中得到消息，圣主大人这次亲临京海，除了一些私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一个人。谁呀？江思梦，江小姐啊，江小姐，江小姐，这曹万三，你连圣主大人这次回来所谓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还敢说你见过圣主大人？你在把我们当傻子耍吗？原来唐万三根本就没有见过圣主大人，所以说嘛，我们见了这么长时间，连圣主大人的脸都没见着。唐万三，你冒用圣主大人的名头招摇撞骗，你有几条命供你死的？我刚才没听错吧？你说圣主大人来京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见我？是的，江小姐。天哪，这是所谓何事啊？具体的原因我还不清楚，但是一定是好事，因为4大战神吩咐过，要对您格外礼遇。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过九幽圣主大人对江小姐青睐有加？看来我分析的一点都没错呀！唐万三，你好大的胆子！你现在终止了和江家的合作，又当众侮辱江小姐，你是找死啊你！孟大少，这次你没弄错吧？我以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错。我以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错。老天果然还是眷顾我们江家。你个死劳改犯，听到了没有？我们家思梦现在得到圣主大人的青睐，你现在就是给他跪下当狗的资格都没有。连圣主大人的东西都敢作假冒充，你真是狗胆包天！林霄啊，林霄，这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差距。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你就是个废物的事实，永远只能像只蚂蚁被我狠狠地踩在地上。你个蠢货，万一这圣主大人临时改变了主意？没错，翁庭君，你了解的没错，圣主大人确实一开始
是为江思梦小姐来到金海，但是后来改变主意了。你说改变主意就改变主意啊！圣主大人听你的。对呀，你口口声声的圣主大人，圣主大人，有本事你把圣主大人请过来呀！圣主大人计划有变，今晚不会来了。这怎么可能啊？唐万三，剃个大光头喜欢当乌龟是吧？现在才编这种瞎话，太晚了吧？我看你不只是请不来圣主大人，恐怕连圣主大人现在尊驾在哪儿都不知道。哦？怎么？你知道？当然。哦？怎么？你知道？当然。圣主大人现在就在长东的白云山庄。废话，那座庄园就是我特意秘密为圣主大人准备的，是吗？大乌龟，你说你准备的就是你准备的。我说白云山庄之前，你怎么不说话？唐总啊，你骗我们很好玩吗？你骗我们事小，冒用圣主大人名头是大，到时候圣主大人获悉了，雷霆震怒，天罚降世，你吃不了兜着走。唐万三啊，唐万三，为了你的小三儿，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你跟这胡说什么？什么小三儿？都这个时候了，还装啊？你把大家都当傻子啊！你今天临时毁约，把原本要给我们的合同给韩清雪，现在又打着圣主的名义在这招摇撞骗，你做这些，不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小三吗？你放屁！江思梦，你别胡说八道！我可没胡说，你这个小贱货，勾搭男人的能力，今天在我家我已经见识到了。难怪这个劳改犯说要娶你，你马上就答应了。原来你是怕你和唐万三的恋情曝光啊！闭上你的臭嘴！你在这侮辱我唐万三可以，你敢侮辱韩小姐，我就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唐万三，江小姐你都敢打，你找死！打了他又怎么样？这是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在这撒野。这是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好啊，唐万三，剃个大光头当地头蛇是吧？给我等着，等圣主大人知道了今天的事情，非活剐了你不可。好，我就看看圣主大人到底是活剐了谁。疯了，真是疯了！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连命都不要了。唐万三，你还说你跟这破贤没有关系？你这么维护他，不就是在变相宣告他就是你的小三吗？小浪货，水性杨花的贱蹄子！今天我就帮你们这两个嘴贱的女人洗洗嘴。我没有，你们血口喷人！啊，清雪，清雪，孟庭君是好，今晚我就在白云山庄等你来拜。还等我来拜？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种货色，白云山庄看大门都不够格。孟少，别搭理他，一个只会吹嘘卖弄的劳改犯吧，命贱如狗。是啊，孟大少，像他这种社会底层的人，没必要跟他动气。孟庭君，你马上就会为你的眼瞎付出代价。是吗？我倒要看看什么代价。清雪，清雪，你给我站住！你说你好端端的为了那个劳改犯得罪你大姑一家干什么呀？这事也不能全怪清雪，要怪就只能怪那个劳改犯太奸诈，竟然弄一堆假货来骗我，害得我也差点上了他的当。你这样，明天让你爸带你到你大姑家，给你表姐认个错，道个歉，兴许咱们家还能有一线生机。我不去，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你还没看清楚局势吗？你表姐他们家现在攀上九幽圣主了，那是咱们家能得罪得起的吗？还有，你和唐万三的合作抓紧时间解除。那个唐万三竟敢冒用圣主的名义，这回头圣主知道了，天威一怒，这整个唐氏集团都得灰飞烟灭啊！我们不能收他连累呀！合同不用解除，唐万三才是九幽圣主的亲信，而孟庭君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你这劳改犯还真有脸跟过来！你是嫌害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我们家现在都家破人亡了！如果不是你，我们或许已经拿到了江家的资助，更不会得罪江家。你给我滚！什么？要把我们全行业除名？老韩，发生什么事儿了？完了，彻底完了！我刚刚得到消息，江家和孟大少已经指使金海全行业封杀我们了。所有欠款方，限我们3日内把所有欠款还上，否则就让我去蹲大狱。什么？哎呦，丽珍，妈，哎呦，妈，
我上辈子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清雪，你放心，阿姨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昏了过去，一会儿就没事。你说，韩家的事你不用担心，我自会处理。你处理个屁！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家能到现在这个样子吗？爸，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他们回来之前，我们家就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醒醒！凌霄，你走吧。以后我们各走各的。清雪，难道你也不愿意接受我？你也认为那些聘礼是假的？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只是不想你被我们家牵连。如今我们家已经是一艘快要沉的破船，你没必要扯进来。清雪，有你这句话，此生足矣。清雪，就算风浪再大，骤雨再急，我都会力挽狂澜，回天补地。不来害我们，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我求求你了，别再来骚扰我们家清雪了，行吗？清雪，走，走啊！孟庭君，属下办事不力，还请圣主大人责罚。站起来吧，这事儿不怪你。我听说是4大战神让孟庭君这个蠢货来帮助我的。呸！这帮有眼无珠的蠢货！圣主大人，那今日为何不直接表明身份？其实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很容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让杀害我父母的林家家主亲临京海。哦，对了，我听说孟庭君的孟家是林家的走狗，一直帮助林家调查我的下落。我们正好借着孟家之手，引林家家主林正尧出面，我们一举打尽。明白了。对了，韩小姐已经提出解约，那韩家的事儿，在下爱莫能助了。无妨，我已经吩咐了摩根国际投资公司，派专人和韩家进行了投资合作。摩根集团，全球断层第一的摩根集团，圣上的能量果然是超出凡人想象。报告圣主，省城孟家孟庭君携重礼来访，请求拜见您。让他进来。是。那属下先行告退了。急什么？你忘了今天他是怎么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你，让我好好替你耍耍他。孟庭君，你好大的狗胆！孟庭君，你好大的狗胆！属下该死，属下未经申请就冒昧来拜，还请圣主饶命。要想饶你可以，自扇28掌。20个哪够啊？起码30个啊，不，50个。行了，我问你，是4大战神让你来辅佐我的？是。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他们和我说，圣主这次回来是为了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喜结连理，让我为您筹备一切。我们孟家愿意出10个亿，为圣主举办一场轰动全国的顶级婚礼。才10个亿就够轰动全国了？圣主要是不满意，我们孟家愿意出20亿哪够？至少100亿。好，100亿？怎么，孟家拿不出来这钱？说实在的，孟家虽然是冀州顶级家族，但资产也不过上百亿，太多拿不出来。不是不愿意，是如果孟家不想拿这钱，我就把这次项目让给其他家族。不，100亿就100亿，我们孟家愿意排除万难，竭尽全力让圣主大人满意。你们孟家不是跟京城林家关系颇好吗？你们可以请他来帮忙。我听说林家家主林正尧也是个厉害角色，到时候把他邀请到我的婚礼上，一定奉为上宾。没问题。那家主也极为仰慕圣主大人，他早就和我说过，想在圣主新婚当日亲自来为您贺喜。
正好林家之前那个被废的弃子也潜入青海了，他伸手过来把他除掉。嘿嘿好，我等着他。这是我的圣主令，以后人们就知道你在为我做事了。是，圣主大人。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婚礼的前期工作。另外，关于邀请函，我想根据宾客的不同等级，区分金银铜3级，分区落座。您意下如何呀？这个事情你自己处理就行。另外，给我准备一个特等红钻邀请函，我要给一个特殊的。圣主大人，容属下多一句嘴，这个人是不是江小姐啊？你的好奇心未免太重了。如果你再问这么多问题，信不信我把你舌头给割下来？不，属下该死，属下不问了，属下该死。哦，对，这你倒是提醒我，在我婚礼当日，给江思梦一家安排一个上等座位，我要让他们一家人睁着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着我的婚礼。圣主大人放心，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看来我猜的没错，圣主大人的未婚妻果然是江小姐。攀上江小姐这个高枝，我孟家以后再记住，还有谁人能打？滚！就这么点玩意儿就来道歉，打发叫花子！大姐，我们知道错了，你们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怎么说也是亲戚啊！滚！赶紧给我滚！我们家没有你这种穷亲戚。怎么？昨天在酒店不是很嚣张吗？又是合同，又是奇珍异宝的，真以为自己麻雀变凤凰了？可惜啊，就一眨眼的功夫，你和林香那个废物又打回原形了。哎呦，思梦，那个清雪再子不是也是你表妹，就饶了她这一回吧。啊，饶了她也可以，让她先刮花她的脸。什么？伯父伯母，我提前给你们家道喜来了。孟大少，你怎么来了？喜从何来呀？具体的事情你们见了圣大人自然就会知道。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在圣主大人的婚礼上，你们江家已经被圣主点名列为首席座上宾。什么？首席座上宾？孟大少，您确定吗？圣主大人已经将他的婚礼全权交由我孟家操办，这话也是圣主大人昨晚亲口告诉我的。你们说确定还是不确定？这我们江家是何德何能，就能让圣主大人如此的记仇啊！清雪，咱这就是命，人家是圣主大人捧在手上的座上宾，咱们就是社会底层的蝼蚁贱民。你们听到了吗？圣主大人竟然连婚礼这种终身大事都把我们江家列为座上宾，足见圣主大人对我们家的器重。韩清雪，谁是山鸡，谁是凤凰，现在就一目了然了，还不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做？好，我按照你说的做。求你们放过我爸妈。清雪，清雪，手！你这张贱脸皮，他值钱，别污了孟少爷的眼。就是，我们家有贵客，要赔礼道歉，也不看看什么时候。哎，赶紧滚！孟大少，圣主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为什么这么宠信我们家呀？这个嘛，我暂时还不知，不能说。但是对你们家而言，必定是天大的喜事儿。莫非圣主大人是看上我们家思梦了？这有这个可能。孟大少不刚说过，圣主大人这次来金海就是为了我们家思梦来的吗？哎，这都是你们自己乱猜的，我可什么都没说。爸妈，你们瞎说什么呢？人家还没见过圣主大人呢。没见过又怎么啦？谁不知道你是金海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江小姐，据我所知，圣主是一位你的故人，以前你就认识。故人？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这么有出息的一位故人？你好好想想，有谁是你曾经关系亲密却又多年未见，最近联系起来的一位故人？还真有一个。谁呀？凌霄。凌霄。凌霄。月儿，你怎么不说是城西那条狗呢？那条狗你不是好多年没有见了吗？前几天才碰上的。对，那条狗比凌霄是九幽圣主的可能性还都大吧？放子，敢对圣主大人不敬？我是臭嘴巴，该死该死！在我眼里，凌霄跟野狗没有，根本不值得一提。野狗破鞋，可真是绝配。但是跟江小姐不对付，就是跟我不对付。你那个野狗女婿不是很能耐，干嘛还来救江小姐？他昨天不是要到白云山庄堵我，没见到人呢。要不让他到这儿，让我好好的拜拜他。我们家的事与他无关。真是个下贱货，这还没什么，就开始护起来了。那个死劳改犯得知得罪了圣主大人，胆都吓破了吧？估计早就跑远了。别说，一会儿你们一家三口因为还不上钱被抓了，岂不是刚好凑齐一家子的劳改犯？大姐，你就不能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吗？是啊，大姐，咱们血浓于水啊！我呸！谁给你们这帮贱民的脏血血浓于水？哎，赶紧滚！哎，滚！走！江小姐，请放心，我已经吩咐下去，整个金海以及冀州都不敢有人借给他们家半分钱。我倒想看看他那个信口开河的野狗女婿拿什么给他韩家渡过这道难关。不好意思，圣主大人，时隔2年，让你等这么久，这一次我可得好好补偿你。出狱2年没见，没想到沈总已经升迁成为这摩根集团的2号人物了。董事会那帮老家伙还不是想通过我巴结你吗？亲爱的圣主大人，说到这个，我可得好好谢谢圣主大人。别闹，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倒是想见识见识，是什么样的女人，让你放弃禁狱里这么多国色天香，对你万家崇拜，值得吗？在我心里，就算全世界女人加起来，也不及她的千分万送。您可是令10国联盟闻风丧胆，36阎罗俯首称臣的九幽圣主，我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你放下这万千宠爱，这盛世荣耀，屈尊在这小小的金海。明天你就能见到，我会带她来找你签合约。可惜我没这个荣幸，今天晚上我就要走，有个重要的谈判等着我。明天我会让我的部下秦童准备好合同，你让韩小姐直接来签合同即可。这次千亿投资的项目，只要放风出去，我相信合同一旦签订，韩家一定会一跃成为整个冀州最顶级的企业。到时候那些曾经瞧不起韩家的人，一定会哭着喊着求韩家合作的。你有没有告诉秦童我的身份？当然没有了。他配吗？做得不错。真的？那既然密尔办得不错，圣主大人，你是不是得好好奖励奖励我？不是说圣主大人向来都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对吗？我下午3点的飞机，你呀，还有1个小时。我下午3点的飞机，你还有1个小时。
1个小时，瞧不起谁呢？时间太短了，不够本圣主发挥，下次再说吧。哼，逃得了这次，逃得过下次吗？凌霄，我迟早吃定。哎呦，张少，现在就只有你能帮我们家了。你说你跟孟少关系好，你就跟他求求情，让他放我们一马。你说你也不能看着你叔叔被抓进去不是？是，我凭什么帮他呀？他又不是我岳父。嗨，这还不好说吗？这个事儿啊，只要您能帮我们家渡过这次难关，我就给你做主了，我就把清雪嫁给你，你看行吗？清雪能嫁给张大少，那也是三生有幸了。是。哎，行了，说来说去，这都是你们两口的意思。我要听的是清雪的意思。哎呦，清雪要个太阳！清雪，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了。怎么回事？昨天不是答应的好好的？行了，我也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你们啊，就等着吃牢饭吧。不是，哎，张大少，你先别急，先别走。儿，算你爸求你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你就是想让我跟你爸去坐牢吗？好，他不愿意。你这个死劳改犯，怎么是你啊？谁让你来我们家的？你可真是阴魂不散了！你们还意思说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不是谁卖女儿啊？我们是想给女儿找个更好出路。那怎么着？不嫁给张大少，难道嫁给你呀？跟着你这个死劳改犯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累吗？行了，你们呐，先把我面前这块狗皮膏药给抖走干净，再来找我谈吧。凌霄，请你离开。我昨天说的很清楚了，我们之间不合适。张大少，我愿意嫁给你。耶！哎呦，这不就对了吗？啊！清雪，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违心的决定？为什么？因为江思梦和那个孟大少下令封杀我们家，因为我们家马上就要濒临破产，因为我爸妈马上就要面临牢狱之灾，这些理由还不够吗？我说过，这些事情我会处理的。你处理？你拿什么处理啊？打你这张破嘴啊！孙阿姨，这张卡里有1000万，足以还清你们所有的债。只要是清雪愿意答应嫁给我，这张卡立马就是你的。还是张少出手客气。区区1000万也能拿得出手，我出1000亿，我出1000亿，1000亿！小子，就算是10个唐万三加起来也拿不出1000亿，你说你能出？唐万三拿不出来，不代表我拿不出来。行，今天你要是拿出1000亿，老子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滚！你现在就给我滚！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存心捣乱，想害死我们全家呀你！清雪，这回你看到他是什么人了吧？啊，他不是拿着假货糊弄我们，就是在这胡吹海吹的。你说你嫁给这种人，那不是自个儿往火坑里跳吗？凌霄，你这次的话确实太离谱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逞口舌之快的人。清雪，我真没骗你。摩根集团携1000亿项目来京城投资的事情，你知道吧？这次的投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而且他答应我了，合作人是你们韩家。我看你小子真是坐牢坐傻了。你说你认识1000亿投资项目的负责人，还不如说你有1个亿。据我所知，负责这次项目投资的可是摩根集团的2号人物，是密尔神总，人家可是连京城几大世家都要礼敬3分的人物。你小子在人家眼里算个屁呀！啊，以你的身份，在他眼里确实算个屁。你小子，我不跟你逞口舌之快，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装逼装错地方了。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个同学叫秦童，在沈总手下当差，跟沈总一起负责这个投资项目。
是真是假，咱们打个电话一问便知。你说的是他？你说的是他？你怎么会有秦总的名片？沈密儿亲手给我的，我自然会有。明天我们就去拿投资合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个刚出来的劳改犯，你怎么认识大人物？你不是说你有个同学叫秦童？好啊，那你给他打电话一问就知道了。我把他手机号存到我另外一个手机上了，我没带。我看你是根本没有。好，那我替你打。韩叔叔，你是韩氏集团的访问，你来给他做。秦总，你好，我是韩振东。韩总你好，投资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明天直接过来拿就行。秦总，你不会弄错了吧？摩根集团的千亿投资真的给我们家了？千真万确，这是沈总亲自定的。这简直跟做梦一样。老韩，咱们老韩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1000亿1千，没见过，谁见过呀？林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你还不配？刚才你听得清清楚楚，韩家已经拿下了摩根的1000亿合作项目，你呀，赶紧拿着你这点零花钱给我滚！张大少，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您那点零花钱，在我这1000亿投资的宝贝女婿面前，属实有点不够看的了。张大少，我要陪我的宝贝女婿好好喝一杯，今天就不留你了啊！你们两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老东西，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死劳改犯说的话就是真的？说不定电话那头就是他雇来骗你们的。像他这样刚出来的劳改犯，最擅长的就是坑蒙拐骗。难不成你们忘了签约仪式上他是怎么耍你们的？难道你们忘了韩家沦落到如此地步，不都是因为他吗？林霄，你这次该不会又骗我吧？韩叔叔，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们。韩叔叔，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们。行，那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认识沈总的？沈总又是怎么把1000亿的投资项目给到韩家？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用得着跟你解释？怎么样，说不出来了啊？不敢正面回应我？我猜的没错吧？他就是骗人的，雇人演戏。你们呐，到时候别连1000亿的投资都拿不到，最后连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小林，你和那个沈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不方便说，再过几日你们就会知道。看吧，我说的没错吧？那一个呢是摆在你们面前的1000万，另一个是一个刚从牢里出来劳改犯的空头支票。我相信傻子都会知道怎么选吧。清雪，你相信我，我说的话字字属实。好，我相信你。韩清雪，这是你自己选的，你别后悔。老子明天在天豪总统套房等你脱了衣服，跪下来求我。哎，张大少，小林呐，这次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可全都搭在你身上了。那咱丑话可说到前头，这次你要是再骗我，我就是死，我也不可能把我宝贝女儿嫁给你。放心，这1000亿就当做迎娶清雪的彩礼。妈，实在太好了，孟大少给我来电话了，他说已经把我们公司的资料提交到了摩根集团金海分部，并强调了我们家和九幽圣主的关系。据说这个摩根集团的管理层也一直在想办法巴结九幽圣主，所以这么看来，这次1000亿投资的机会很有可能落到我们家头上。真的，还让我们明天就去摩根集团跟他们的负责人当面聊一聊。好，妈亲自陪你去。哎呀，这1000亿呀，以后整个冀州，那岂不是要唯我江家独尊？哎呀，好棒啊！
你好，麻烦帮我们约见一下沈密尔沈总。沈总出差了，现在是沈总的部下秦总负责这里。啊，那麻烦帮我们约见一下秦总。想见秦总，必须预约。啊，有，孟大少帮我们打过招呼了。名字？我姓韩，我叫韩雅芳，这是我女儿江思梦。姓韩，您是来拿合同的？请问您跟韩振东先生是什么关系？韩振东？韩振东？啊，我是他姐姐。啊，韩女士您好，您今天是代表韩先生过来的，快请快请，我们秦总早已恭候您多时了。韩女士，我们秦总啊，本来是一直在这儿等您的，但是啊，总部来了位高管，他一直抽不开身，所以特意啊吩咐我把这个投资意向合同交给您。这，秦总是确定了要把这千亿投资给我们家？是沈总的意思，秦总呀，也只不过是照章办事而已。据我所知，好像有位大人物提前给沈总打过招呼了。哦，没错，我们家确实一直得到一个大人物的青睐。那就没错了。朱秘书啊，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替我好好谢谢秦总和沈总啊。您客气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您忙。你忙，你忙。真没想到社主大人这么器重我们家，竟然直接帮我把这千亿投资给拿了下来。对呀，不过我们刚才在前台，怎么会突然提起我大舅，还问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哎呀，谁知道，管他呢。哎，等等，该不会是韩家人打着我们江家的旗号过来骗投资吧？有可能，难怪那个前台还突然提起韩振东。还真被我猜对了，那帮贱人还真来了！妈的，那个死劳改犯也在，一家子要脸的玩意儿！我这就去打烂他们的脸！哎呀，慢着，捉贼捉赃！你现在过去，他们肯定不承认。一会儿等他们去前台问合同的事，我不抓他们个现行！哼。你好，我们是韩振东的家属，跟秦总打过电话约好的，来拿投资意向合同。合同？刚才已经有韩振东的家属拿走了。什么？被谁拿走了？你他妈说是谁？没想到我们比你们先一步在这里堵你们吧？臭不要脸的玩意儿，竟然敢打着我们家的名义来骗合同！你们这家子还真是狗胆包天！要是被沈总知道了，小心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把你臭嘴给我闭上！什么叫仗着你们的名义，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都被抓现行了，还他妈死不承认！你们要是不打着我们江家的名义来骗合同，江总哪知道韩振东是哪个葱啊？还好我跟我妈有先见之明，先你们这帮无赖一步，拿到了合同。原来合同是被你们拿走的，把它给我还回来！哎，干嘛？没本事凭实力公平竞争就想靠抢的？你是土匪吧你？哦，对了，差点忘了，你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本来就是坑蒙拐骗的货色，当然是狗改不了吃屎了。你想打人是不是？来，你打我啊！连沈总和秦总都点名投资的合作伙伴都敢打，我看你有几条贱命给我死的！放肆！竟然敢对秦总和沈总的贵宾无礼！哦，他就是这个刚出狱的死劳改犯，本性毕露。他不只想打人，还想杀人呢！您来的正好，我们可是秦总和沈总指定的合作伙伴。这帮人想冒充我们，骗走秦总的合同，还好被我们当场抓包了。妈的，你小子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是吗？招摇撞骗，竟然骗到了摩根集团头上！上，把这小子给我废了！哎，你到底什么人？你到底什么人？他呀，就是一个作奸犯科的劳改犯，除了会动手打人，一无是处。但我告诉你，你今天撒也撒错地方了。这可是所有金海权贵都敬而远之的摩根集团金海分部，岂有你在这放肆？就是敢在这里撒野，你可真是活腻歪了。
这要是惊动了秦总，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妈，老子还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一个坐过牢的臭囚犯，老子今天非玩残你不可。你不是很能打吗？接着打呀！这么多保安，骨头都给你拆了。林萧，我们走吧。想走？行啊，连同上次的事儿，你们仨儿给我跟我妈跪下磕3个响头，然后从这个门爬出去，我就饶了你们。我女儿真是善良，冒用我们江家名义骗合同这么大的事，磕几个头就算了，真是便宜。不愧是秦总和沈总亲自挑选的合作伙伴，心胸啊就是不一般，还不赶紧磕完头快滚！要是惊动了秦总，被他知道你这样对待他的合作伙伴，他必定怒火万丈。你直接打电话给秦总让他下来吧，我倒想看看他是怎么个怒火万丈。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劳改犯而已。秦总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秦总要是大驾光临，你们全都完蛋。大姐，我们也是受害者，我跟清雪可什么都不知道啊！是他，当然这个混蛋，是他骗我们，冒着你们家的名义来骗这个协议的。不是我说你这死劳改犯，怎么能害我们家不死啊？到底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非得害得我们家都家破人亡，你才合适吗？妈，他也是想帮我们。林萧，你这次确实太极端了，就算再怎么心急想帮我，也不该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就算今天没有被他们抓住，合同拿回去，早晚也会被发现的。清雪，不是我骗合同，是他们。大姑、表姐，对不起，我替他给你们道歉，请你们念在亲戚一场的份上，放过我们这一次。好，好，好，那我就大发慈悲，让你们少磕一个头，你们给我跟我妈磕2个头就行了。苏梦，你说这。咱好歹也是亲戚，我也是你舅妈呀！我这一把年纪了，你让我给你磕头，你他妈是谁舅妈呢？我们家可没你这种穷亲戚，赶快给我滚远点儿！死穷鬼！江思梦，你不要欺人太甚！怎么着？我今天欺的就是你们？怎么着？今天我要让你们跪定了！自己跪不下去是吧？来，兄弟们，帮帮他。好，那就不劳烦你了。我亲自打电话叫秦童下来帮我。你竟然有秦总电话？你竟然有秦总电话？这有什么稀奇的？谁知道他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打听到了秦总的电话？就是一个电话还不好打听，快把他抓起来，别让他打扰秦总。秦总的电话可不一定好拿到。说，电话哪来的？一会儿秦童下来了，秦总告诉你。哎呦，还把秦总叫下来，你算个什么东西？好啊，我就好好看看秦总一会儿下来怎么把你扒皮抽筋。好，那我倒要好好看看是谁扒谁的皮，谁抽谁的筋。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看，秦总都不接你的电话。我说呀，你是脑袋不好使还是耳朵不好使？这关机就说明不接电话了。哦，我想起来了，今天总部来人了，秦总忙着迎接，所以不方便接电话。好，那我亲自上去。哎，这种地方，你个死劳改犯，想上去就上去吗？你们吵什么呢？朱秘书，您来的正好，这里有个人自称是秦总的朋友，还要打电话把秦总叫下来。秦总的朋友？我天天跟在秦总身边，怎么不知道他还有这种屌丝朋友？对，这种社会底层怎么可能是秦总朋友？朱秘书，这个废物不止冒充秦总的朋友，还想冒用我们家的名义将投资资本合同给偷走呢！什么？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这种合同你都敢骗？1000亿都不砸死你这种贱民上千次！你是秦童的秘书，那份合同是你给他们的？是我。你有核查过他们的身份吗？废话，当然核实过了。你确定秦童给的合同是给他们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好，你还真是头猪秘书！你骂谁呢？如果你不想卷铺盖走人，我劝你现在立马上楼，把秦童给我叫下来。叫你妈！朱秘书都下来了，你个兔崽子还搁这装呢？
朱秘书可是秦总的贴身秘书，他的话那就是秦总的话。兄弟们，给我废了他！慢着，秦总跟总部的人正在上面开会，为了条野狗惊动了他们，你我都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把他们呀轰出去得了。是，还不赶紧滚！真是便宜你们了。快走！哎，小雪，我呸！狗东西，算他们走运。两位啊，也不要为了几只臭虫扰了心情。朱秘书，刚才和我女儿商量过了，打算今晚在兰香阁举办晚宴，邀请金海各界社会名流参加，庆祝我江家拿下1000亿投资。到时还想邀请你和秦总一起赏脸。啊，还有这位队长，到时也请一起来呀。秦总啊，要招待总部的几位贵宾，可能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呀，一定替他莅临。我这个保安队长，到时候一定前去恭贺。哈，哎，你说清雪，这回你看清楚这个死废物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吧？他就是个满嘴谎言、狗改不了吃屎的劳改犯。凌霄，你这次确实太让人失望了。一个人可以没能力，但是要脚踏实地，不可以满口大话。清雪，你相信我，等秦童给我回电话，一切都解释清楚。还秦总给你打电话，吹起来没完没了了是吧？咱们都让人像撵狗似的给咱们撵出来了，别他妈做梦了！秦童给我回电话了。哎呦，你接。喂，啊，林先生，不好意思，刚才我们开会，您给我打电话是告知我合同已经拿到了，是吗？拿到个屁！你那个朱秘书就是头蠢猪。什么？发生了什么？你那个蠢货秘书认错了人，把合同给了江氏母女。妈的，这个蠢货，我非把他开了不可！林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今晚江家在兰香阁召开晚宴，我亲自过去帮你把合同拿回来。行吧，林先生，求你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沈明。那今晚就看你的表现了。哎呦，我的好女婿，你还真认识秦总和沈总啊？那你们现在相信我了？信，我一直都信你。刚才只是被韩雅芳母女气昏了头了嘛。好女婿，你呀就别跟妈一般见识了啊！你这孩子，你说你都跟清雪求了婚了，改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妈，你也太心急了，这哪跟哪呀？懂什么？喂，老韩，什么？韩雅芳一家邀请咱们晚上在兰香阁开庆功宴？不是，他邀请咱们干什么呀？你韩雅芳母女那尿性，他还不是想当着大伙的面跟咱们耀武扬威？切！好，我倒要看看他们这个庆功宴还怎么开。感谢各位名流豪绅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江家这次庆功宴，我思梦感激不尽。哎呀，江小姐，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们能够参加江氏集团的庆功会，是我们的荣幸才对。是啊，有了摩根集团的1000亿投资，江家一夜之间就跻身于全省的顶级家族啊，名震冀州啊！李总说的真是太好了，江总啊，这次其实应该说是让我们高攀啊！日后还望江小姐对我们多多关照哦。是啊，江小姐，这只是刚刚起步，有了九幽圣主的提携，江家晋升大夏顶级家族指日可待。到时候还请江小姐别忘了支持啊！呀，孟大少，您客气了，我们就算忘了别人，也不可能忘了您的。幸亏你的提醒，今天一早我们就把合同给拿了回来，否则就被韩清雪他们一家给骗走了。您放心，我江思梦一向恩怨分明，凡是帮过我江家的，我一定牢记在心。但要是跟我江家作对，我也绝不轻饶。但今天到场的都是我们江家的朋友，来，这杯我敬大家。恭祝江氏企业步步高升，日日好。我们还没来就开席，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哟，又是你个劳改犯，这种场合你配来吗？臭小子，
今天可没有唐万三那个老杂毛护着，老是弄死你，就跟玩似的，还不赶紧滚！无妨，是我邀请他们过来的。我江家有今日的风光，当然要邀请我的舅舅舅妈，还有我的好表妹一同来见证。对了，还有你这个像垃圾一样被我一脚踹开的废物！瞧这一家子蠢货，没想到还真的来了。我真的以为我们邀请你们来是来参加晚宴的，但是我觉得诸位名流豪绅喝酒无趣，才把你们一家子叫来，给大家找找乐子。别说让你们一家来，还真对了。看看你们一个个打扮的样子，天生的小丑样。话别说的太早，一会儿你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小丑。还在这儿装大尾巴狼呢？我呢，给大家讲个笑话吧。那天呢，在韩家，就是这个死劳改犯，说是把摩根集团千亿投资的项目给到韩家，作为迎娶韩清雪的聘礼。我听说呀，这蹲过大狱的人出来以后大脑都不太正常。开始呢，我还不相信，今天一看呢，果然是真的。我看你小子是不是每天靠做梦活着？闭上你们这帮臭嘴巴，两个老杂毛！告诉你，以后对我宝贝女婿说话客气点儿。我女婿说的没错，字字属实。这1000亿的投资合同，那本来就是要给我们韩家。没错，我女婿今天可是请来了秦鹏、秦总，眨眼就到，一切立马见分晓。一切立马见分晓。下次吹牛之前，请先把情况搞清楚了。你们都没注意到我也在这里。我身为秦总的贴身秘书，怎么不知道他今天要过来？瞧见了吗？这打脸打得也太快了吧！咱们肯定不能被他一家给唬住了。秦总的秘书就在这儿，我看你怎么说。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马上就被解雇。光解雇有什么用？既然你说秦总只按照你的吩咐办事，那最起码你得让我和朱秘书跪地磕头，自打耳光向你赔罪吧。既然要吹牛逼，干嘛不吹大一点啊？韩清雪，韩清雪，这种货色连张大少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你到底看上他什么？怎么图他嘴上火跑啊？焦思梦，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怎么跟你姐说话呢？你疯了吗你？放肆！找死你！活够了吗你？信不信我弄死你？东西在摩根集团放你一马，还敢来这儿送死？是吗？要想当我摩根集团的贵客，先从我秦总的尸体上踏过去。秦总，您怎么来了？秦总，没想到你这么忙，还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晚宴，真是太抬举我们了。你是谁？哦，我是秦总，这位啊是韩女士，今天就是我代替您把合同交给她的。对韩女士无礼的就是这帮贱民，他们不仅冲撞您的贵客，还冒充您的贵客骗取合同，是我当场发现。这头蠢猪，连谁冒充谁都不知道，还有脸给我当秘书呢？秦总，您不是告诉我要把合同交给韩振东本人或者他的亲属？什么？这份合同是要给韩振东的？就你们几个臭鱼烂虾，把耳朵支棱起来给我听清楚！这份1000亿投资合同，那是我宝贝女婿林霄从秦总那儿争取过来，赠予我们韩家。还有你，蠢猪，把你那狗眼睁大了看清楚，这位就是我的爱人韩振东。韩先生，您是韩先生，可他告诉我他是韩先生的家属啊。是啊，他跟韩振东是一个亲爹妈生的，可是人家说了，没有我家这样的穷亲戚。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这可是1000亿合同，他们韩家这种家族也配？配不配，不是你们这种垃圾都不如的家族说了算。秦总，你要不要再确定一下，这个合同到底是给谁家的？是啊，秦总，你要不喝杯水冷静一下，别搞错了。有什么可弄错的？沈总临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和林先生对接。林先生说给谁，这份合同便归谁。阿林，你说这姓林的怎么会跟沈总有这么深的交情啊？这不是一个劳改犯能做的事情啊！就是啊，他到底什么来历？这小林是我们韩家的女婿，那这份投资合同当然是给我们韩家了。去啊！没错，这个1000亿项是我为清雪准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这个身份低贱的劳改犯，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不信！
我也不信，一定是弄错了，弄错了。我也不信，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不信有个屁用啊！韩总，请您签合同。合同留下，你滚吧，你被开除了。另外，我已经转告整个投资行业，将你彻底封杀。还有，你辱骂林先生，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他拖下去，将他嘴巴扇烂。不是，钱总，你听我解释，钱总，我错了，钱总。林先生，我错了，是我这双狗眼不识泰山，我现在就自打耳光，给您赔罪。晚了，你也被开除了。滚！你们，张大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不是说如果我拿下这千亿项目，你就把脑袋扭下来，让我当球踢？你不是说如果我拿下这千亿项目，你就把脑袋扭下来，让我当球踢吗？我去尿个尿，一会儿回来耍。人无信不立，既然张大少说到，就得做到。去帮张大少把脑袋拧下来。别，李哥，别！我要是知道你跟沈总关系这么好，我就算给我100个胆儿，我也不敢打嫂子的主意啊！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你对我不敬没关系，但你竟然敢对我未婚妻不敬，罪不可恕。我记得你那天让我未婚妻脱光跪下给你道歉是吗？都是我嘴欠儿，我该死，我该死！你是没有吃饭吗？就这点劲儿？要不这样，你不是喜欢脱光衣服？好，那你现在就扒光自己的衣服，从这里滚出去！什么？还愣着干嘛？没有听到林先生的吩咐吗？等等，我自己脱。呀！我张大少就算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牛逼！我张大少就算是被扒光了衣服，一样牛逼！呀！孟哥，这也太骚了吧！这不叫骚，这叫牛逼。韩小姐，你要对投资合同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可以直接签字了。合同拿回来。秋雪，妈，别着急。今天有件事，我想向诸位澄清一下。正如大家所见，这摩根集团的千亿合作项目，我林霄都能拿得下，因此我根本不需要依附于唐万三。如今在这1000万合同面前，唐万三那点钱，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啊！哎呀，看来那天酒店宴会上，不是林霄骂唐万三，是唐万三巴结林霄啊！是啊，由此可见，当日江思梦诬陷我的未婚妻，说是唐万三的情人，根本就是故意造谣，恶意抹杀。江思梦，你这个蛇蝎毒妇，该当何罪？得罪了林先生，还有韩小姐，就是得罪了沈总。只要沈总一句话，就能让你们江家在整个冀州再无立锥之地。够了！你们竟敢跟江小姐问罪，当真是狂犬吠日！你们知道江小姐背后的人是谁？就算摩根集团3大董事同时到场，也得对她礼遇3分。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他背后的人还能是九幽圣不成？算你有点见识，江小姐背后的人正是九幽圣主。不可能，九幽圣主怎么会和这种小家族扯上关系？怎么是九幽圣主跟你说的？他是江家的后台？该不会上次走来云山庄，这个蠢货误会了什么吧？圣主大人跟我说的话，你他妈管得着吗？哎，孟大少，你不是说这9亿合同跟九幽圣主有关吗？圣主既然看中我们家，这合同怎么会到林霄和韩家的手里呢？啊，这孟大少，你说我们是婚礼的座上宾，圣主青睐我们女儿的事，是不是诓我们的？哎，孟大少，你这口口声声说给九幽圣主做事情，还筹办婚礼，这一切好像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你有什么证据没有？哎，老铁，瞧你说，开玩笑，孟大少怎么可能拿不出凭证，对吧？要不孟大少拿个凭证给我们看看？本来我是不想来，但既然你们问起来，好，那我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哎呦，这圣主令啊，这是。没错，这就是圣主亲授予我的圣主令啊！哎呦，我的乖乖，我真是没想到，我陈六祖今生今世有幸能看得到无上尊重的圣主令啊！哎呀，这都没错了，这孟大少手里有圣主令，就证明是九幽圣主最信任的人。对呀，太好了，老公，孟大少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圣主大人给我们江家撑腰，那签议合同算个屁呀！秦总，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得罪这个劳改犯和这个贱人，就相当于得罪你和沈蜜儿。那我现在告诉你，得罪我就相当于得罪九幽圣主。我就问你，你得罪得起吗？孟庭君，九幽圣主给你这圣主令是让你这么用的？老子怎么个废物管得着？金童，看好了，这是圣主令，老子实令替圣主办事。别说你了，就算你背后的沈蜜儿，在圣主的眼里也犹如草芥。草芥！如果你和沈蜜儿想活着的话，把合同废了，转投江家，听见了没有？啊！李先生，对不起。你个死劳改犯，我看你还他妈怎么装逼！我告诉你，这就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就算再认识再牛的人，在九幽圣主面前，也得乖乖低头认怂。别怕，有我在。不就是一块圣主令吗？巧了，我也有一块。不就是一块圣主令吗？巧了，我也有一块。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他妈的又一块圣主令，两块还长得一模一样。可不是吧？这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平日里一块圣主令都难得一见，今天怎么突然冒出两块来？真奇怪啊，跟不要钱似的。你也有一块圣主令，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啊，怎么就不可能了？闭上你的臭嘴巴！我的好女婿，你怎么也认识九幽圣主啊？不早说！这小林真是深藏不露，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定力，这未来前途无量。咱们韩家真是捡到宝贝了！不可能，他一个死劳改犯，怎么可能会认识九幽圣主，而且还拿到圣主令？就是，这个劳改犯最擅长的就是坑蒙拐骗。上次彩礼是假的，这次的圣主令牌也一定是假的。哎，这个好办，我听说呀，这圣主令牌是用特殊材料制作的，就是用铁钳掰都掰不断。咱们拿铁钳来试一试，一试便知。哎，对，我也听说过这个办法好。待会儿铁钳一上来，只要这么一掰，你就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没错呀。哦，就用这个方法验验真伪。林兄，你可敢应？你可敢应？有何不？好，拿铁钳。林兄，你现在承认你这是假货还来得及，我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一命。如果一会儿你假货被当众钳断，那就是公然亵渎圣主。这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放过你，一人一拳都可以把你打成肉酱。孟大少，你放心，只要发现他那牌子是假的，他那小子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没错，还有他们这一家三口也跟他脱不了干系，就陪着这个废物一起去死吧！闭上你个臭嘴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好女婿，你这令牌到底真的假的？别坑我们！是啊，林霄。这件事可不是儿戏，他们说的没错。如果被九幽圣主知道你伪造假的令牌，到时候我们都得死。放心吧，这真的不能再整。哎，来了，哎，请吧。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交换令牌，互相检验如何？好啊。哎，这个办法好，谁也玩不了猫腻呀。孟大少别急啊，这事情不用您操心，我们来。
老李，来，拍。林香，1分钟之后，在铁的事实面前，谁都救不了你。到时候我要亲手割掉你的舌头。还有这个小贱人和这2个老贱货，让他们跟着这个废物在我面前学狗叫。我要把他们的舌头全部都给我割了啊！不要把他们的舌头活活拔下。这个我拿手，待会儿我来啊！预备开麦！来，开！1、2、3，2、3，用力！你怎么用力呀？哎呀，实在不行了，太硬了，掰不断。我来。哎呦，没蛋！我说好女婿，这是不是说明咱们家这是真的？我看看，怎么会这样？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贱人居然有真正的圣主令牌！你难以置信的事情还多着，一会儿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别嚣张，就算你的是真的，我们俩只不过是平手，我的也是真的。哎，慢着，我还没检验。来，好女婿，我来帮你。不用了，他这块令牌假的太明显，我2手一掰就能断。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一块令牌是圣主大人亲手给我的，如假包啊！原来打着9幽圣主的名号招摇撞骗的是他呀！放屁！这是圣主大人亲手给我的。圣主大人给你这块令牌，可不是让你这样用。这次就教训教训你这猪脑袋。我明白了，肯定是你刚刚跟我交换令牌的时候掉包了啊，然后我的就变成了你的，你的就变成了我的。对，没错。刚才互换令牌的时候，我看这小子故意挡了一下，可能在做手脚。对，肯定是这样。这个贱人竟爱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你们含血喷人，这刚才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见了。那你说他一个死劳改犯，从哪儿弄来的圣主令？现在圣主令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只是知道这块圣主令已经分不清真假，所以孟明君，你再也用不到这个圣主令威胁我。因此，这个千亿合同归我们所得。没错，既然无法分辨圣主令的真伪，那我必须按照沈总的意思，将1000万投资交予林先生与韩家。别做梦了，你们口中的沈总早就自身难保了。何总，你可算是来了。哎呀，孟大少，多亏你及时通知我，才让我们摩根集团避免了一场祸事。应该的，都是替圣主大人做事。不好意思，忘了介绍你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摩根集团的3号人物贺鹏曲，贺总。贺总这2天刚好来京海视察，刚才秦童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对，特地打电话邀请贺总前来解释一下千亿合同的归属。哎呀，没想到我们太幸运了，今天就能见到摩根集团的3号人物啊！三生有幸啊！他来决定。你刚才也是说，他不过是摩根集团的3号人物，沈总可是2号人，他的顶头上司。很快就不是了。实话告诉你，在来的路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沈密尔借着讨好9幽圣主的名义，申请了1000亿投资，结果却投奔了这么一个无名小卒。何止是无名小卒，还是个有案底的劳改犯。总部怀疑沈密尔假公济私，欺上瞒下。董事会说了，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但是因为区1000个亿得罪了9幽圣主，对我们整个集团来说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你和沈密尔其罪当诛。贺总，冤枉！我不知其中缘由，我都是听沈总的命令办事。该杀！还有一帮贱民，全部该死！据我所知，这沈密尔和9幽圣主关系甚好。你怎么知道沈密尔不是替9幽圣主做事？我当然知道，我们总部通过特殊关系询问过4大战神，得到过明确的答复。9幽圣主此次来金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江小姐。所以呢，
沈蜜儿没有把合同交给江小姐，却给了你这么一个货色，除非你就是九幽圣主。别说是九幽圣主了，就是当九幽圣主的一条狗，你配吗？据我所知，过几天是九幽圣主的婚宴，你们三大董事都在，希望到时候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有道理，但是你是个什么东西，还他妈参加九幽圣主的婚礼大典？我告诉你，谁能去谁不能去，老子说了算。我可以给孟大少作证，我们总部从四大战神获悉，四大战神特地委派孟家为九幽圣主筹办婚礼。大家听到了吧？听见了。大家明白我们孟大少爷说的话了吗？绝对明白。贺鹏举是吧？你的意思不打算把这千亿项目给我们？废话，千亿投资除了江家，谁也拿不走。好，记住你说的，等九幽圣主的婚礼晚宴时，就算你们三大董事加在一起跪下来求我云霄万接受。我们三大董事亲自给你赔礼道歉。你脑子瓦特了。真当自己是九幽圣主？贺总还真叫你说对了，这个废物确实蹲大牢蹲的脑子都瓦特了。走，我们走。哎，等会儿，哎，站住！哎，这么快就忘了？六大，提醒他一下。行，我说，刚才江小姐曾经说过，你们想走没问题，不过都得把舌头给我留下。没错。好，我舌头在我嘴里，你来拿。好，我舌头在我嘴里，你来拿。嘿，我这暴脾气来。六大，你来。早看你不顺眼了，自找的啊！今天老子亲自弄死你！我牙掉了啊！孟大少，你得给我报仇啊！李秋，你什么意思？放肆！好大的胆子，敢在江小姐的庆功宴上闹事，是没把我们摩根集团放在眼里吗？贺总，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孟庭君，你很清楚，我们在交换令牌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调换？不管你们再多颠倒黑白，胡讲是非，你都不敢确定我的令牌一定是假的。倘若我的令牌是真的，那就说明我和九幽圣主的关系不浅。倘若只有1/1000的概率，你若敢动我，后承担得起吗？你若敢动我，后承担得起吗？李秋，首先，我的圣主令一定是真的。我今天先放过你，等我跟圣主大人确认你手中的圣主令是假的之后，我便将你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好，那我等着你。走吧。孟大少，那个废物就咋呼了2句，你怎么又放过了他呢？放心，伯母，他活不了多久。等我办完圣主的婚礼，我一定把林霄和他那肥婆赵明弄死。孟大少，婚礼邀请函已经全部制作好了，总共分金、银、铜3种等级。另外，按您的吩咐，特制的那张红钻邀请函也已经用锦盒装好。好，把红钻邀请函留起来，我要亲自送去白羽山庄。其他的邀请函按照我的等级分配，依次配。是。孟大少，以我们的关系，到时候得多留几张金质邀请函。你想什么呢？当然了。哎，孟大少，你能不能施舍我们一个铜制的邀请函？我们都感激不尽呢。孟大少，还有我，可别忘了我。对，放心吧，该有的都会有。孟大少，我们家是不是也能拿一张金质邀请函？伯母，以江小姐的身份，区金质邀请函怎么配得上？
刚才不是说了，除了金银铜三色邀请函之外，还有一张独一无二红钻邀请函。哇，真的！孟大少，你的意思是说，那张红钻邀请函是给我们的？不然呢？除了江小姐之外，我实在是想不出第二个人配得上这张邀请函。但是，可能就是圣主大人亲自给我们送过去，你们就准备着圣主大人大驾亲临吧。好，我们随时恭候圣主光临。你说这到手的鸭子就这么废了？命啊，这都是命。没办法，谁让人家背后有九幽圣主撑腰？就连摩根集团那种超级巨头都得俯首称臣。九幽圣主给他们撑腰，全靠他们臆想罢了。别在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靠人家臆想。有本事你把那千亿投资合同给我拿回来呀！妈，你说什么呢？凌霄他已经尽力了，跟九幽圣主比，谁又能比得过呢？凌霄，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在天神一般的大人物面前，我们就只有认命的份。但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清雪，其实九幽圣主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阿爷，3天之后的婚礼大典上，我会让九幽圣主为今天的误会，当众向你我解释清楚。疯了！你看看，这小子被刺激疯了。管他是疯了还是傻了，今天这千亿投资合同丢了，以后你就别想着娶我女儿这事儿了。告诉你啊，以后你别来我家，懒得看着你。走，妈什么妈？走。通知下去，3天之后的婚礼大宴上，让暗夜天使、玫瑰夫人、毒后艾丽和4大战神通通到场。既然是囚禁，为了表现对九幽圣主的尊重，这段路我们就徒步走上去吧。OK。林霄，秦可心，小姐，这就是当初被你退婚的那个邻家废物吗？可不单单是退婚那么简单。当初我父母落难，他熟视无睹，落井下石。你这个废物果然在金海，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你这狗命还真长啊！当初我爸废你经脉，没想到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活了下来，而且才恢复如初了。你没想到还多着。哦，对了，你那个什么狗父亲林振尧来了没有？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要不是赶上九幽圣主的婚礼殿堂，爸不让我轻举妄动，今天就废了。林大少，你跟这种丧家之犬计较什么？小姐，我是真想不出咱家老爷子怎么想的，把您这京城第一大美女许配这样一个货色，他连林大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看来你们2个搅和在一起了，不错，物以类聚，挺般配的。我跟林大少只是普通朋友，我们小姐这等天仙般的人物，只有九幽圣主那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不好意思，九幽圣主说了，他不配。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九幽圣主也是你能去揣摩的？我说你是聋了？你没听到你家林大少说的？九幽圣主要办理结婚宴，而且好像结婚对象不是你们家大小姐吧？那又如何？不是还有3天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来之前，我早就找人打听了，听说九幽圣主这次要娶的女人是一个姓江的民女俗妇，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有相貌出身来比，跟我没有一点可比性。说不定圣主大人见了我以后变了主意，向我求婚呢。笑什么？我知道，像九幽圣主这种神灵在天一样的人物，连我秦可心都只能望其项背。我不知道江小姐拿什么办法靠近他，就算他执意要跟江小姐结婚，我也愿意在他身边为奴作婢，终其一生。为奴作婢，这可不像高高在上的秦大小姐所能说出来的话呀。我宁可终其一生在九幽圣主面前端茶倒水，也不愿意靠近你这些凡夫俗子身边半分。哼，林霄，听清楚，秦小姐就算当丫鬟侍奉圣主一生，也不会跟你这种垃圾臭者扯半点关系。
秦小姐就算当丫鬟侍奉圣主一生，也不会给你这种垃圾臭宠这般点关系。她不是也没答应跟你在一起吗？不也是挺臭宠啊？你，哼，不跟你这种垃圾斗嘴。废话少说，赶紧把你爸妈偷林家的至宝交出来，或许我爸会让你死痛快。不需要，我不想让他们死太痛苦。就你这个废物，也想替你短命的爸妈报仇？自从你们林家被我爸清出林家之后，我们林家可谓是蒸蒸日上。如果这次能得到圣主的提携，那么整个京城就是我们林家的了。你说什么？你说我家人是什么？狗屎！本来我想在婚礼大典上当众教训你，现在看来，就算你坐轮椅，好像也不妨碍你参加婚礼吧。Are you kidding me？ 就算是利息。林萧，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只会靠武力压人。你知道林家跟九幽圣主是什么关系吗？这次白衣盛典，他们自己家就出了60亿。60亿，够买他父子俩多活3天。60亿，够买他父子俩多活3天。哼，秦小姐，你是来白云山庄求见九幽圣主的吧？不好意思，他不在。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不在就不在，敢做不敢当的男人真恶心。他知道自己打伤了林大少，闯了祸，等着逃命。我当初退婚的决定真是正确无比。马上给林家打电话，告诉林伯伯他的行踪。那林大少呢？我们是继续去白云山庄，还是送他去医院？可是，快带我去医院！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影响我去见圣主。打电话给林家的时候，顺便让林家人送他去医院。我们继续往上走。是。可是，圣主大人刚刚出去了。什么？圣主大人刚刚出去了？是，走了不超过10分钟。是开车还是步行？从这里步行下去的。不可能啊！我刚刚上来，一个人都没看见。对啊，小姐，我们刚上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你是说林萧？对，圣主大人刚走不过才10分钟，而我们只碰见了林萧。你疯了吧？你说圣主大人是林萧？我也不相信，可时间确实对得上。这还不好解释。圣主大人能力超群，怎么能用常人思维来解释？普通人5分钟能走出小区，圣主大人1分钟就可以办到。对，以圣主大人的速度，可能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离开这了。唉，只可惜此行无缘见识圣主大人的风采。麻烦圣主大人回来之后替我们转达一下，京城第一美女秦家秦可欣小姐前来拜会过。好。我儿子怎么样了？家主不用担心，少爷没有性命危险，只不过什么？只不过2条腿已经废了，以后恐怕就要坐轮椅了。什么？林萧，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少爷今天在白云山庄碰到了林萧，不成想他居然会在那里。白云山庄？是。有没有惊扰到圣主大人？是。有没有惊扰到圣主大人？这个应该没有。听了秦小姐说，当时圣主大人刚好离开山庄。航儿断掉2条腿是小，如果惊扰到圣主大人，那我们林家的罪过可就大了。林家能否更进一步发展，独霸京城，全靠圣主大人的提携。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这60亿可不是白花的。孟庭君已经按照圣主大人的指示，将您安排成座上宾，并且他今晚被传唤去面见圣主大人。届时他会跟圣主大人申请，让您作为宾客代表，为婚礼大典开场致敬贺词。好，这次来能搭上九幽圣主大人这层关系，再杀了林萧这个小畜生，夺回家族至宝，我林家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圣主大人，邀请函已经全部分发出去，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绝对不会耽误您3天后的婚礼的。听说这婚礼筹备就花费了50亿，只要圣主大人满意，花多少都值。我不喜欢铺张浪费，这婚礼就在白云山庄举行吧。
可是酒店那边一应专属定制都布置好了。怎么？你是嫌我浪费你们孟家的钱了？不敢，一切都以圣主大人满意为准。明天我就派人来白云山庄布置。对，你不是有事要禀报？说。启禀圣主大人，按照您的吩咐，林家家主已经被我们请来京海，他有个不情之请，想在您婚礼当天作为嘉宾代表，给您献上贺词。哦，好，准了。哎呦，我代他谢过圣主大人了。还有，圣主大人有一件事想和您求证，就是除了我之外，你有没有把圣主令赐给其他人？除你我二人之外，再无任何人拥有这圣主令。圣主大人，韩家那个劳改犯女婿林霄就曾冒用您的圣主令，不管他是盗取还是伪造，都是对您的极大冒犯，罪无可恕。我请您严惩他。看在你近日对我效力有功的份上，我答应你，在我结婚当日，你当着众人的面可以对他进行指责。您的意思是在您的婚礼当天，由我亲自严惩发落这小子？是，只要你肯。只要你肯。我有什么不敢的？请圣主大人放心，我一定让这小子维护您的尊严。圣主大人，这是您要的红钻邀请函。红钻邀请函就作废了。作废？对。另外，再准备3张星钻邀请函，分别发放给3个人，其中2个人你认识，一位是江家的江思梦，另一位是韩家的韩清雪。不，圣主大人，这星钻邀请函发给江小姐我能理解，可发给韩清雪为什么？她可是那个林霄的相好啊，而且他们家老是针对那个江小姐他们家。正因为如此，你更应该发放给她。我明白了。圣主大人这是要当众羞辱韩家，为江小姐出气呀，把他们高高捧起，再狠狠摔下。圣主大人，那第3张星钻邀请函发给谁呀？第3张发放给一个我多年未见的老友，京城第1大美女秦可欣秦小姐。是时候叙叙旧了。圣主大人，小的明白了。另外，在婚礼当天有一个求婚仪式，需要提前准备。为了防止意外，小的都得先问一下，您的未婚妻是不是就在这3位小姐当中？看来你还不算这么蠢。小的明白了，小的这就去办。婚礼当日，我会安排唐万三协助你一起主持婚礼。唐万三？圣主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大光头和林霄那小子关系可不浅。这点我清楚，你按我吩咐去做就行。是。我没有看错吧？我竟然真的拿到了圣主大人结婚大典的最高规格邀请函！我江家何德何能，竟能得到圣主大人的青睐？就凭这邀请函，我江仲文就能光宗耀祖了。怎么样？我之前说的没错吧？这张邀请函非江小姐莫属。等等，孟大少，您刚才说除了我以外，还有2个人也拿到了星钻邀请函。没错，另一张给了韩清雪。什么？韩清雪？什么？韩清雪那个贱货什么档次？居然跟我拿一样的邀请函！江小姐，您先别生气。圣主虽然未明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圣主知道韩家跟你有过节，给他们这张邀请函是想让韩雪家和林霄那个废物成为全场的焦点，然后狠狠羞辱，给您出一口恶气。圣主大人对我们家思梦可真是宠爱有加啊！我们韩家真是积了大德呀！孟大少，那另外一张星钻邀请函给谁了？另一张是给来自京城的秦小姐。不过圣主您说了，跟她这个故交，所以获利给最高规格的待遇。孟大少，您刚刚说这圣主的未婚妻就在思梦他们3个之中，是真是假啊？当然是真的，圣主亲口和我说的。那能是谁呀？
这3人当中，一个是圣主故交，另一个是圣主要严惩的人。那么圣主的未婚妻是谁？不就你呢？小的恭贺圣主夫人。这真的是我们家思梦吗？列祖列宗啊，我们江家终于有今日了。孟大少，快起来吧。孟大少，你放心，我绝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这段时间你对我们家的照顾，我全部都看在眼里。等到时候我真的能成为圣主夫人，我一定会好好答谢你的。那小的就先谢过圣主夫人了。谢就不必了。不过我还有一事需要劳烦孟大少，那就是新婚大典上，你记得帮我好好收拾收拾凌霄那对狗男女。圣主夫人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小姐，圣主大人派人给你送来了最高规格的星钻邀请函。我得到可靠消息，这次获得星钻邀请函的人只有3个，圣主大人会在这3个当中挑选一个现场求婚呢。圣主大人果然注意到了我，圣主大人真的注意到了我。小姐，我就说嘛，像您这样国色天姿的美人，有哪个男人不会被您拜倒在您的裙下？圣主大人他虽然说地位崇高，可是他也是男人呀，这不是还是拜倒在您的16裙下？死丫头，说什么呢？这是我的荣幸才是。等等，你刚刚说什么？还有2个人接受了邀请？哎呀，那2个女人，一个叫江思梦，另一个叫韩清雪，2个都是出身卑微，而且都是庸脂俗粉，哪能跟小姐您比啊？圣主夫人的位置啊，非小姐您莫属。没想到我憧憬多年的梦想真的能成真。现在看来，您当初退婚林家那个废物啊，是正确的选择呢。这么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听那个废物？我错了，我错了。小姐，走，带您去选明天婚礼上的衣服。走。星钻邀请函，我不是在做梦啊！咱们家怎么能收到圣主大人的星座邀请函呢？有什么不可能的？哎，我可听说啊，这圣主大人要从这3位收到星钻邀请函的女子中选出圣主夫人。哎，老韩，你说咱们清雪啊，是天生丽质，没准就被这圣主大人给瞧上了。你说咱要是有这个天龙神婿，别说那千800万的债务，那这千800个亿也不在话下呀。妈，你说什么呢？别说圣主大人根本不可能看上我，就算他真的看上我，我也不可能嫁给他。不是你这死样，那圣主大人瞧上你，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别不知道好歹。妈，我不可能为了权贵地位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人。那怎么着？你还想嫁给那个死劳改犯不成吗？啊！林萧说过他不是劳改犯，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哎呀，是要气死我！清雪，你真的愿意为了我这个人人喊打的劳改犯，放弃九幽圣主？你这个死劳改犯，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妈，如果你非要赶他走，那我跟他一起走。我绝对不会去做什么九幽圣主的圣旨夫人。丽珍，你没事吧？丽珍，清雪，你这是要气死你妈吗？清雪，你的心意我清楚了，你还是听阿姨的话，拿着邀请函去参加婚宴吧。凌霄，你什么意思啊？清雪，你听见了吧？啊，这个死劳改犯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的，他也知道他自己跟九幽圣主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哎，乖乖退出了吧？啊！林霄，你也太没骨气了吧你！我看你分明就是怕惹怒圣主大人，大难临头。清雪，你看看他，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的男人，为了自己活命，可以毫不轻易丢下你跑的男人。好，
别说区区凡人，就算诸天神佛、十界魔尊在这，我也不会退缩半步。清雪，你放心，拿着邀请函去参加婚宴，到时候我一定会赴约，我一定会当着名门贵胄，亲手为你戴上婚戒。哎呀，你是疯了吗？敢去圣主大人的婚礼上抢婚？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作死可以，别带着我们家人。妈，闭嘴！清雪，相信我，一定要去赴约。我们婚礼大典见，我先走了。哎，你看见了吧？牛皮吹得震天响，那还不是灰溜溜的跑了？我相信他。家主，您为圣主大人精心挑选的结婚重礼已经准备完毕，明日结婚大典我一定带去。即使有了真龙圣主的相助，我林家必定会一飞冲天。吩咐下去，凡是我林家成员，明天必须参加婚礼大典，以示敬意。是。爸，我都成这个样子了，我咋去啊？你还是我亲爸不？别说你是断了2条腿，就是全身瘫痪了，你也得给我滚过去！这个可恶的林霄，林霄这小子现在有什么动向？一直派人盯着，虽然行踪飘忽不定，这几天没有离开过金海。听人说他明天要参加新婚庆典，那他不知道我明天会去吗？应该知道，好像是冲着您去。要不要我把他给……不，让他来。等婚礼结束，我要用他的血给圣主大人洗洗地，冲冲喜。哈哈哈哈哈哈！贺总，金牌邀请函离圣主最近的地方，您放心，我今天必定引荐圣主和你们3位董事相见。孟大少，今天全靠你了。谢谢孟大少，谢谢孟大少。来，哎，京城秦家，秦大小姐到。京城秦家，看看这京城4大家族中威望最高了。她是京城第一美女啊，简直名不虚传，太漂亮了。我听说啊，她也是圣主3大夫人候选人之一。瞧这气质，瞧这长相，非她莫属啊！哪有说？滨海江家江思梦小姐到。江小姐今天可真漂亮啊！不，瞧我这臭嘴，应该改口叫圣主夫人。江小姐有所不知，其实我们2人又听孟大少说过了，今日这个圣主夫人非您莫属啊！那还用说吗？日后家有天成，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哥俩。放心，不会忘了2位的。金海韩家韩清雪小姐到。金海韩家韩清雪小姐到。韩清雪，他们一家3口。嘿，这金海最末流的家族也配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哟，你们这一家子贱货还真来了！笑话，我们家怎么不能来？我们也有星钻邀请函。瞧这家蠢猪，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呢！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家跟林霄那个废物屡次的冒犯圣主大人，之所以给你们星钻邀请函，是为了拿你们杀鸡害猴，以儆效尤。说得对。我听说这位韩小姐不是马上要嫁给那个姓林的劳改犯了，怎么还好意思来这儿？好不要脸啊！不过来了也好，你还不知道吧？就由圣主大人全权授权给了孟大少，到时候找你们韩家和那个劳改犯一起算总账。没错，所以今天是你们一家人的灭顶之灾，是你们一家人的灭顶之灾。你胡说！这星钻邀请函明明代表着我女儿是圣主夫人候选人之一，还他妈做白日梦呢！我告诉你，圣主大人早就暗示了孟少爷，说这个圣主夫人就是我们江小姐。什么？不可能！不是还有京城那个秦小姐吗？你自己也说了，京城的秦家那可是贵为京城4大家族之首啊！就你们还妄图跟人家比，你不害臊啊？你胡说！我不信。孟大少派人来给我们送邀请函的时候，明明说我们今天就是来当候选人的。一把年纪了还想这么天真？我不这么说，你们今天又怎么敢有胆子？韩清雪，
你的美梦该醒了。你骗我们！秦雪，走。哎，等会儿，既然来了，就别回去了。嘚瑟呀，再他妈嘚瑟呀！等思梦和圣主的婚礼结束后，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大姐，你就饶了我们这次吧。是啊，大姐，我可是你亲弟弟呀！少他妈跟我攀亲戚！就你们这一家子贱骨劣种，也配跟我们家攀关系？说得对，我们马上是圣主大人的家人，你们再胡说，小心圣主大人的手下撕了你们的嘴！韩清雪，你那个劳改犯未婚夫怎么还没来？我想让你们这对健淫如蚁的狗男女亲眼见证我江思梦是如何在万人敬仰下嫁给圣主大人这样的天神至尊。就你这种货色，想嫁给九幽圣主也配？想嫁给九幽圣主也配？哟，还真是说垃圾，垃圾就到了。穿着倒是文模一样，想山鸡变凤凰啊！没想到你这个废物竟然真的有胆子敢来，到时候抓你。凌霄，你快走！孟庭君今天把我骗过，是为了替九幽圣主找他们算账的。算是要找他们好好算算。你这个死劳改犯，你把我们家害惨了，你知不知道？害惨你们，恰恰相反，今天我是要让韩家拥有无上荣光。一个邻家弃子丧家野犬，能给谁无上荣光？拜见邻家家主。诸位不必多礼，今日得圣主恩赐，能参加这婚礼大典，实乃是我林家之幸。林振尧，10年了，我终于等到了。爸，就这个废物挡到我的腿，你要给我报仇啊！让你这小杂种多活了10年，如今是时候取你命回来了。好啊，今天就算我敢给，你敢不敢取啊？今天就算我敢给，你敢不敢取啊？就你这条贱命，与我触手可得。但今天是圣主的婚礼大典，我不便动手。等婚礼结束，我就送你去和你的死鬼爸妈团聚。好，今天我就看看，到底是你把我送下地狱，还是我把你送下地狱？给我父母磕头谢罪。林家主，一会儿要治劳改犯狗命的时候，可别忘了带上这一家，这可是他的准未婚妻和他的准岳父岳母。大姐，你林家家主，你听我说哈，我们2口子可从来没同意女儿嫁给他的，我们跟他可没半点关系啊！我就是林夏的未婚妻。秦雪，你疯了！今天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跟你一起面对。只可惜，今天我们只能见证别人的幸福，等不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婚礼了。等得到，今天的婚礼大典就是为你准备的。等得到，今天的婚礼大典就是为你。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婚礼大典马上开始，请各位嘉宾抓紧就座。林家主，请上座。哼，小杂种，婚礼大典结束之际，就是我取你狗命之时。这回韩家玩完了。哎，行。家主，给我盯紧他，别让他跑了。是。小贱人，你以为什么人都能成为圣主大人的座上宾啊？就你也配？这也是你们这对下三滥配坐的地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凌霄，你真不该来这种场合自取其辱。在这种高端的场合，你和你身份低下的小女朋友，像极了2个格格不入的小丑。过街老鼠和乡野村姑还真是绝配呢。好，我们一会儿就看看是谁高高在上，谁奴颜婢膝。凌霄，算了，我们就坐后面那桌。我宣布，婚礼大典正式开始。好。哎呀，下面有请接到星钻邀请函的3位小姐上台就座。韩小姐，据我所知，您也接到了星钻邀请函吧？唐总，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竞选圣主夫人，我也不想成为圣主夫人，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不错，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呸！
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我真不知道这个傻丫头是怎么想的，宁愿跟着这个劳改犯去死，也不愿嫁给这么仪表堂堂的张大嫂，真是缺心眼。哈哈，那好，韩小姐，随您，林先生，圣主吩咐过，您当今日的开场嘉宾，请上台致辞。好，诸位，承蒙圣主恩宠，我林振尧今日有幸在这里为婚礼做开场致辞，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圣主和圣主夫人的仰慕敬爱。我愿献上至情双剑，干将莫邪，恭祝圣主大人和圣主夫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什么？干将莫邪？这不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剑？真不愧是京城顶级的家族，一出手就这么大手笔啊！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这2把宝剑一现，林家得到圣主的提携，那将来飞升京城第1大家族，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这个老东西还真舍得下血本。那让我替圣主大人谢谢林家的美意。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迎圣主现身。是，让我们共同恭迎圣主大人，恭迎圣主大人，圣主大人。林大少，什么意思？恭迎圣主，竟敢不跪！意思还不赶紧下跪？爸，不是爸，赶紧下跪！我的腿今天你才是做的多。林霄，你什么意思？叫军师吧，跪下来跪下！见过不要命，没见过这么自己急着找死。一急就由圣主出手抽反，一巴掌给你脑袋拍碎！你个小骚货，不嫁给我，你就等着跟这个死劳改犯去死吧！造反了，造反了！这个死劳改犯造反了！找死吧，林九！林霄，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林霄，到临头了还敢哗众取宠，兴风作浪，真是令人不齿。一想到我以前跟你有婚约，我就作呕。作呕？刚才不是你求着要嫁给我吗？你个畜生！我本想忍你到婚礼结束，没想到你胆大妄为，竟敢对圣主无礼！胆大妄为？刚才不是你请我上来的吗？我请你，林志尧，我现在就跟你和大家郑重介绍一下，林霄林先生便是91圣主。林霄林先生便是91圣主。什么？他就是91圣主？胡说！大家别被骗了。这个货色，我对他一清二楚。他刚坐了5年的牢，就是个刚出狱的劳改犯。就是这个死劳改犯刚出狱，还跟我女儿求过婚，两手空空，穷鬼一个，他怎么可能是91圣主？你这个蠢货！圣主大人早就在酒店给你们一家备了重礼，就想给你们江家一个惊喜。当天我派车队接你们，也是圣主大人的意思。天山白玉和千年雪参以及至尊金卡全都是真的。当日的签约大会就是圣主大人给你们江家摆的订婚宴，但是孟明君这个瞎眼说是假的，你们江家不要。看你们江家的拒绝，正好也让圣主大人塞翁失马，最后发现韩小姐才是圣主大人的真爱。你真的是91圣主？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我没见过你不下2次的，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就是林霄。如果我告诉你，你还怎么把林振尧骗来送死？编，你接着编！死劳改犯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那我们说的话，哎呀，天使，梅贝夫人，她要独后爱侣，不得了，不得了！这可是新闻上才能看得到的大人物。平时如果出现一个，就是国际大新闻呐。今天竟然一起出现3个！暗夜天使、玫瑰夫人、独后哀律、恭贺圣主、圣主夫人喜结良缘，鸾凤和鸣。我是不是搞错了？他怎么可能是91圣主？你这头蠢猪！4大战神叫你来给圣主做事，你却给圣主添堵。再跟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介绍一下。林霄林先生是91禁狱的狱长，也就是让世界各国闻风丧胆的禁狱之主91圣主。拜见圣主！
老韩，我不是在做梦吧？你说咱这一直都瞧不上眼的废物女婿是圣主大人？都起来吧！谢圣主。江小姐，你现在知道我不是劳改犯了？你是圣主？你他妈是圣主？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林霄，原来你就是九幽圣主，我爱慕多年的人竟然是你！秦小姐，这世界真小。圣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为之前对您的冒犯感到万分悔恨，还请圣主责罚。就你这种小角色，你还不配进我的眼里。林霄，我还有机会，只要能待在你身边，我什么名分都不要。我什么名分都不要。不好意思，我的心里全是我的未婚妻，你呀，根本融不进一点儿。我知道你喜欢的不是我林霄这个人，而是我九幽圣主的身份。是，原来我才是那个被权势蒙蔽双眼的小丑。小姐，没事，没事，还有我呢。女婿，是妈错了，是妈不好，妈以前做的不对，是妈瞎了狗眼了。爸妈，给您赔不是了。再说一遍，你们是谁爸妈？圣主，我们该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圣主大人，您就别跟我们赌气了。我知道你心里头还是有思梦的。不好意思啊，江小姐，当年我错把思梦认成了清雪，而且自始至终我只爱清雪一个人。你们这家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都该得而诛之。圣主大人，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圣主大人，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你们多次辱我未婚妻，让我如何饶你们？圣主女婿，依我看，这两个人他就该杀，该杀。算了，毕竟是我大姐。芷冬，我求求你，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亲姐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芷冬，我求求你。当鼻子上眼了是吧？你拿她当亲姐姐，她拿你当亲弟弟了吗？刚才我们是怎么求你的？你又是怎么对我们的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林霄，还是算了吧。再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血缘至亲，放了他们吧。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江家没收所有财产，发配出冀州，永不得用。多谢圣主，多谢圣主。妈，你们跪下干嘛？赶紧起来啊！我现在已经是圣主夫人了，谁还敢让你们下跪？你们这样的贱妇，看到圣主夫人还不赶紧下跪！来人，给我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司马，你还有你们这帮废物，见到圣主夫人统统下跪！圣主大人来了，你们通通都得死！强住门，还不赶快带这个疯女人出去！给我滚！放开我！我是圣主夫人！圣主夫人！这就疯了！真是人不作不死，何必呢？接下来该算我们之间的账啊！他真的是九幽圣主，怎么办？真是世事难料，一条卑贱蛆虫，竟也能腾空化龙。当初你害我爷爷，杀我父母，有没有想过今日？就算你是九幽圣主又如何？就凭你这点人手，也想杀我？痴心妄想！局座，这次我们来到金海，带了保镖几百，在我们山庄后面，只要我们家主一句话，他们就立刻冲出来，把你们撕巴烂。对，我们人多，我们谁也不怕。好，你们要比人多是吧？四大战神何在？属下在。北境战神迎天，南境战神新奇，东境战神卓日，西境战神耀月，携四大战区将士百万，恭祝师子新娘新婚大喜，永结同心。清雪，还愣着？赶紧给你徒弟们发红包啊！准备好了。谢师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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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怎么样？我这点人手可否与你一战啊？我这点人手可否与你一战？要叫人就赶紧的，老子山下那帮将士早就急得嗷嗷叫了。
是，你们那100来个保镖都太菜了，没玩几分钟就全死了。圣主大人，我恶贯满盈，罪无可恕，只求你放过犬子。爸！去死吧你！圣主大人，我替你斩草除根了。我也是因为林家父子的压迫，我才这么去做的。给我一次机会，弃暗投明，让我从了跟随你吧。追随我，然后在背后脑子上，像你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死不足惜。来人，给我拖走！圣主大人，圣主大人，圣主大人！孟庭君，小的在。今日你不是要跟我林霄算笔账？好啊，那我给你这个权利。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圣主大人饶命啊！你不是林家的走口吗？当日我父母被杀，你可曾参与？没有，我只是个传话的，这事儿我们家知情，但是绝无参与。圣主，这头蠢猪，不让你来给圣主帮忙，你却一直帮倒忙，老子弄死你！别打我！圣主饶命啊！我愿意以后赎罪，我愿意将我孟家的财产全部捐给林家父，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修缮祖坟，有失狗牙。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上，就饶你一命。不过你还不配和我们4大战神一辈，应该叫祖爷爷、祖奶奶、祖爷爷、祖奶奶，祖爷爷、祖奶奶，祖爷爷，哎呦！祖爷爷、祖奶奶，祖爷爷、祖奶奶！贺鹏举，贺鹏举呢？给我出来！贺鹏举，给老娘死出来！贺鹏举，贺鹏举呢？给老娘死出来！沈总，对不起，我错了。好啊，你敢囚禁我，我现在就阉了你！沈总，圣主大人，等我废了他，再喝你的喜酒。沈总，我错了，沈总。想跑？沈总，对不起，饶了我吧！圣主大人，我错了，饶命啊，沈总！圣主大人，这是怎么回事？3位董事，沈密儿呢是我的朋友，这千亿投资项目转让给韩家也是我的主。可是你这个贺总就是一个草包，把一切都给搅黄了。我明白了，我立刻开除贺鹏举，并且下达国际封杀令。另外，我愿给你和韩小姐的企业重新投资1万亿。谢谢。圣主大人，这时间不早了，是否继续举行婚宴？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李建刚、小六子、张大伟，你们3个赶快给我滚出来！圣主大人，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牛逼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多看韩小姐一眼了。我今天晚上我就滚出京海，我再也不回来了。圣主大人，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也不敢了，我滚出京海。你们3个嘴是挺贱，不过嘴贱就要扇巴掌，而不是磕头。我明白了，圣主大人教训的是啊，我们嘴欠嘛，就得抽脸呢。抽脸？抽脸我在行啊！抽脸，是不是这样？抽脸！哎呀，这样行吗？还有这样，正好。环保起见，今天的鞭炮声就用你们的巴掌声来代替。什么啊？这是你们的不幸。今天圣主大人大婚，当然是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给我使劲扇！晴雪，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会爱护你，和你一起享受这世间繁华。同意的，晴雪。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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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愿意。